一個人做自媒體真的需要工作室嗎？從生活 vlog 轉型到數碼科技內容，我經歷了什麼？為什麼我堅持不組團隊？歡迎來到 Amy 的新工作室，今天帶大家 room tour 一下我的藝人公司總部。那在2018年的時候呢，我發布了我的第一條影片，從分享手賬到生活 vlog， 從學生變成打工人。那在前年呢，我決定辭掉工作，正式 all in 影片創作。那我的內容呢，也發生了一定的變化，從長的到短的，從生活方式到更聚焦在影像、數碼和 AI 內容，偶爾也會穿插一些旅行和 vlog。那我其實很享受做內容的過程，但是隨着工作量的增加，我突然意識到一個問題，就是我的所有拍攝、剪輯、休息都擠在同一個空間裡，那這會讓我的工作跟生活的界限非常的模糊，而且帶來一些實際的痛點，比如說單一的拍攝環境、器材取用的不便等等。所以呢，這次我就下定決心要為自己打造一個更舒服、更適合長期創作的空間，於是就有了這樣一個新的工作室。好，首先跟大家介紹一下我每天花時间最多的地方，就是這個桌面區，也是我的創作中樞。那我的需求非常簡單，我就是要一張非常大的桌子。那最終呢，我就選了一張2米的原木大桌。那這個桌子呢，我選的是水曲柳的木材，就整個顏色很好看，而且這個桌板是全實木打造的啊。這個桌面本身我覺得也很上鏡，就用來拍攝當背景的話也很好看。那我有的時候會搭配這種藍色的餐墊跟原木色形成對比，這樣就能讓畫面色彩更加豐富一些。我一開始還擔心2米會不會有點太長了，但是你實際用的時候才會感受到這個大桌子就是攤起來就真的非常的爽。那給大家看一下我的這個桌面布局好了，就我左邊呢就是放了一個氛圍燈，那一個收納架用來放一些零散的小物件，還有我的手賬本用來做一些計劃。那中間呢就放了我的這個顯示器以及電腦支架，那鼠標、鍵盤以及左手鍵盤我都選了白色系，和原木風就很搭。那右側呢，我放了一個用來頭腦風暴的板子，那有想法的話就可以隨時記下來。還有我的這個吸管杯很好用。那書桌左邊呢，就是我搭建的一棵設備樹，這樣就可以很快速的開拍。那我也是被 Stella 種草的。那第一層呢，我放了之前家裡搬過來那個大燈，大家記得嗎？就是噔噔噔噔那一期。然後中間呢，就放了一個可以挪上挪下的相機。然後最近給富士配了一個新的廣角鏡頭，到時候再跟大家分享，先讓我用用看。那第3層呢，我放了一塊板，這樣我就可以把我的 iPad 放在上面，然後我的一些口播內容就會放在 iPad 裡面，這樣就可以邊看邊錄邊拍這樣。那這個燈呢，它是有點重的，所以下面我就配了一個沙袋，裡面裝了這種瓶裝水，就可以配平一下這個重量。那底下是有3個萬向輪，所以有一個好處就是你可以把這個設備樹給推來推去。那我這一期視頻呢就是這樣拍的，不然有些地方它光照不夠就會光線比較暗，有這樣一套呢，你推來推去就會很方便。那再來呢，就是這個貴但是非常舒服的椅子，是嗨叔叔給我推薦的。沒想到有一天我的老腰跟屁屁也能過上這樣奢侈的生活，而且很搞笑，它這個屁屁下面是可以吹風的。在沒買空調之前，我就是全靠它。而且你可以踩在這個腳踏上，或者是仰躺的時候呢，就可以把腳放在上一層，很舒服。那這邊書桌講完呢，我們就來看一下後面的這個沙發區。那我希望它既作為一個能休息的地方，也能作為一個拍攝的背景。那考慮到色彩搭配呢，我這個主沙發就選了一個米色系的淺色，然後跟這個橘色的小沙發泰迪絨質地的，然後做一個撞色的搭配，這樣就能跟我之前買的這個芥川名的毯子配起來。那這個沙發靠背呢，我很喜歡，因為它夠高，就是有的時候我靠在這裡看書啊，然後或者是我顯示器在那邊嘛，就審視頻的時候呢，這樣也很舒服。而且你不要看它是雙人座，就是我163的身高，我覺得躺下來午睡的話也绰綽有餘。而且我很喜歡它這個寬寬的扶手，就是你躺下去當枕頭，我覺得很舒服。它是屬於那種很軟，但是也很有支撐的那種，就不管你靠着啊，或者是扶着，我覺得都很舒服。那本來呢，我是想配一個綠色的沙發，就怕會髒嘛。但是我發現這個白色的呢，它是可以拆洗的。我其實更喜歡淺色，所以最後還是選了這個，對強迫症來說非常的友好。那這個沙發架子呢是白蠟木的，但是它跟我的地板啊、桌子，我覺得紋理都挺搭的，而且也是全實木的，就很結實穩當。你有沒有發現它這個邊角都是圓角的？這也是我選它的原因。就像我這種大頭蝦的人，經常磕到，所以我就覺得這種設計的話就比較的友好。然後就來到這個我覺得非常點睛
睛之筆的泰迪绒绒旋轉陽台椅。它這個呢是這種毛茸茸的材質，我覺得跟我們家狗毛摸起来很像，而且它也叫泰迪嘛，所以我就很喜歡這個。然後我覺得天氣好的時候呢，就可以坐在這邊，然後曬曬太陽，看看書，然後喝一點好喝的水，我覺得就非常的愜意。然後它這個背景的話，我覺得拿來當一個產品拍攝的布景也還蠻好看的，就整個客廳的一個點睛之筆，我覺得非常的棒。好，那講完客廳這一區呢，來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覺得這個超級實用又很好看的這個餐邊櫃，木材呢是我選的跟沙發框架一樣的那個白蠟木，但是它這個就拼了一個不同材質的，整個設計的感覺就完全不一樣了，有沒有？而且它這個東西真的超能裝，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這一邊收納的一個邏輯，一共分為了3個區域。那第一塊呢就是生活區，那比如說像這個可調節的層板上面就放了我的咖啡抹茶工具，就可以直接放上冲泡，而且高度刚刚好，就有水垢的話一擦就乾淨了。那右邊這個區域呢，就來收納出門常用的小物，比如說鑰匙啊、香水、洗手液，還有拆快遞的工具。那下面抽屜就放了一些文件夾、抽紙等雜物。那第二部分呢，就是我的器材庫，比如說這個上面有這個拉門的地方呢，裡面就放了一些我比較常用的相機。那這樣呢，拿起來就比較方便，而且還能防一定的塵。那有一些器材配件呢，我就會給它放在抽屜裡面，用這種小隔層給它分隔開，我覺得找起來就很方便。然後我是一個不捨得扔包装盒的人，所以在這個櫃子下面呢，有一塊就是專門用來放我的這些收藏。那第3個區域呢，就是我覺得這個櫃子設計超巧妙的地方，大家有沒有發現這邊有嵌入一個這個公牛的插座軌道，我覺得太妙了，就是你可以把它打造成一個充電區。那我在抽屜裡呢有放一些線跟插頭，這樣就可以隨時拿出來給設備充電。那插座不用的時候，你可以給它旋轉關閉，就這樣安全一點，而且它可以沿着軌道移動，就如果之後我要放一些飲水機啊或者是小家電，那2500瓦的功率也完全夠用。好，那最後來跟大家聊2句吧。就是關注我比較久的朋友應該發現我這2年內容變化還是挺大的，從最初的生活 vlog 到相機數碼，再到現在可能會接觸一些 AI 的東西，我覺得還是挺滿意現在的這個狀態的，因為感覺一直在學習，然後不斷的 level up， 然後看我內容的觀眾朋友應該也能收穫一些，然後所以我覺得是一個比較 win-win 的可持續的發展，但是也越來越忙了。但是我從來沒有想過要組團隊，對，為什麼呢？因為首先第一，我不是很會管人，然後我沒有辦法想象自己成為一個小領導的樣子，這也是我從職場退出的一個原因之一吧。然後其次就是我希望過比較自由的人生，那不管是時間自由還是金錢自由，但如果你一旦組了團隊的話，我覺得就要背負他人的生計跟時間，這對我來說是一種自由的扼殺，所以我不希望進入這樣的一個狀態。所以基本上現在呢，我還是一個人在做，然後大部分也都是我自己一個人拍攝，然後一個人剪輯。所以這次打造這樣一個工作室呢，其實也是想給我自己創造一個更好的、更舒適的、更可持續發展的一個環境吧。然後我記得我大學畢業的時候，我有給自己錄一個致5年後的自己的一段話，就希望我那個時候還有在做自己喜歡的事情，那我也可以很開心或者說很驕傲的告訴5年前的自己，你確實現在做到了，然後我覺得還是挺開心的。那不過這個狀態我也不知道能持續多久吧，就希望能夠一直處於一個進步的狀態，然後也不要奢求太多，這個就是我對自己下一個5年的一個期待吧。好，那希望能夠再給大家帶來更多有意思、有趣然後有用的內容。那我是 Amy，下期見啦，拜拜。